我身后这个，比我高啊，它的长度比我高。这个是我们家买的太阳能板。上次我们家买完烟头，还没有找时间去给它安装，然后我们家太阳能板就已经到了。看这些是2块太阳能板，我们家安锅炉时候也安了2块太阳能板在房顶，然后那个呢是用于锅炉供热水的，就是太阳能热水器，然后这个呢就是供电的了。太阳能电池板呢，现在基本都是中国卖过来的，所以说呢，最近有一些负面的东西，就是说有些品牌的安全质量有问题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之前德国政府允许600瓦，自己随便安装嘛，就现在政府允许到800瓦，但是你一定要上报，就报给当地你这本地的电的运营商。咱报没报呢？没报，这个得买完之后你安完了，在1个月之内你必须得上报。哦，安完以后。对。嗯。那现在咱就看看这个太阳能板怎么样吧，拆开。看看里面。这是背面吧？对。扔地就行。看看这面是啥样啊？这种的。哎呦，这个要拿到房顶有点困难呢。啊。逆变器哪儿去了？什么气？太阳能逆变器。我不懂啊。这。啊。这啥东西？这什么气？逆变器。逆变器干什么用的呀？就是把太阳能板出来的电是正负极那样的，它是直流电，通过这东西变成交流电，就可以连在自己家房子里了。东西不少吧？需不需要证书啊？什么这个？应该是不需要。慢点儿。没了。哎。哎呀，德国人的习惯拿了东西先看说明书，咱中国人习惯拿的先整设备，说明书先研究一番哈。说明书撇一边啊，看，撇一边，这有一个贴线，还带贴线呢。这个可以连到咱家 WiFi 上。啊？连到咱家 WiFi 上，然后用手机通过软件就能读它每时每刻产了多少电呢？控制输出的电流、电压呀，这都可以控制。那后面有一些标参数吧？这个标也很重要啊 ，CE 的标志。CE 是什么？欧盟这边认可就可以了。还行。刚才那2个大螺丝挂这儿了，拧完之后把它挂起来。我这一套东西大概是300块钱，加上运费加了29，也就是330就算。330是800瓦。但是以前我刚买房子是3年前的时候，有一家做太阳能的跟我说把我的房顶装铺上之后，费用是2万多，2万，大概是2万4。2万4。对，然后再加上人工什么的，就是我最终出的是2万4。这东西，它太阳能是铺满是吗？对。这个太阳能这东西，我觉得就像骗人似的，这边安排这东西。就我同事，他最近也要安太阳能，他是找公司来做，安的是满房子都是，他是9000瓦。9000瓦，咱是800瓦。对10个，也就相当于咱们的10倍、11倍呗。然后他花的是2万欧元。那你说，同样我这东西是2000，我这花了300块钱，我300块钱，我即使翻了10倍、11倍，我也才3000多一点点。就总之，我这东西即使翻10倍，
那也才3000多块钱成本，然后它呢2万欧，明显这价格就太水了。那关键是人家有人工费呀、你不知道德国人工费很贵吗？打人工费打了一半，2万，一半是人工，一半是材料钱。这不可能，德国人工费得占个3/4。卖给他就是这个价哦，也就是说你只能最终拿那1万块钱去报税。啊，那就不划算。关键人家是发电多呀。啊，他家地方大。嗯。那个之前那价格呢，2万4，那个太阳能电动大概用10年就可能出现问题了。他说10年回本，也要10年之后回本了，你这东西也该坏了，也出现问题了。那我安它干嘛呀？所以一看那就是个坑，当时就没安。但是这个自己家安装太阳能这个小的是可以的，因为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计算公式，就是在德国这个纬度，我买的是8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，我这1年就能产800度电，大概就是这个数，估一下子。那这么算的话，我这800度的电回来，我大概1年能达到个200多块钱，以现在这电来说，省200多呗。对，1年能省200多块钱。然后呢，再把这数一算，就合着1年半我这东西就回本了，那就比之前的10年回本的强了。也就是说我10年回本10年坏。也就是说我这东西用个1年半，我就已经回本，剩下的准是赚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可行了。这样，像我们家买这个太阳能板，你们看了没有支架啊，就是纯的板。支架呢，要就是还得自己单买。太阳能支架这边是60-70块钱。然后给就几个小钉子，我看算了，就搁网上再找别人家买吧，大概是30块钱。然后我之前这太阳能热水器上面也有支架，这人他没给我劝，我看看这支架能不能用替一下，因为毕竟只要安上就行，都风吹不走就可以了。看看，按这个太阳能板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？像咱这种新手，工具齐全的话，然后好完的话，应该有个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完事儿。可这个板你从楼下拿到房顶就已经……那看安在哪儿吧？你要这东西叫阳台发电厂，有很多人就安到自己家阳台上，那就拧吧就完事儿。太阳能我打算安在这棚上，安在这棚上。哦，这个工具房，这个顶上。对。那它这个朝向是朝南。对，那边是南。啊，2块直接安到这儿吗？对，但是咱那个长是好像比这个2块加一块比这个长啊。咱那个长是1.7米，咱长是1.7米，也就是说得多，我算还得多出30厘米。让支着点呗。得探到这儿来。那不行啊，支着点呗，让它。啊？支着，这么立起来。怎么立？这不这么样吗？啊。这样。那不角度不变了吗？不拿面吗？是啊。最完美的是30度，不懂。最完美是30度角。30度多少？这个差不多。咱这差不多。啊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这样一边一片都是横的放，就正好。那这边北面它光是这个时候它能有阳光是吗？因为夏天的时候太阳就过来了，这边是能照的。哦，太阳能也反正到哪面都是基本是夏天用哈。而且那个咱这个纬度到夏天的时候，太阳其实是比咱们稍微偏。再往北一些。那冬天呢？冬天这片就废掉了是吗？冬天这边就基本用不上啥了。完了，只能用那边。对。但是冬天，要不然你冬天也产不了啥。太阳的倾斜角度很小。现在太阳在这儿。其实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把它放在这儿，放咱这棚顶，但是挡光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有一些光嘛。对。直接把那个出来的电插到这儿就行了，直接就能给供电了。那它要一直开着，那雨一上，就那个盖儿一直开着，电插顶上。啊，有道理，打点放屋里。屋里有吗？应该没有电源盒吧？嗯。哦，这儿呢。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板先挪一下，不能放门口挡路了。接下来我们一个是烟囱的内壁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太阳能板，到时候我们都会拍视频。那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